前面说过，杰克搭车去西藏是为了挑战自我。本来在我的想象中，我觉得搭车旅行肯定不会很顺利，拦10辆车，要是有一辆停下来搭上你，那就很不错了。但是我搭车的第一天，我就拦了2辆车，结果都停下来搭上了我前往目的地。经过异常顺利的第一天后，其实我是很担心运气被用完，毕竟总不可能一直都这么顺利吧。带着一丝丝的忐忑继续出发。现在是3400多的高原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头痛，就是高反嘛，头很痛，然后10点睡觉，到11点多还在痛，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就起来吃了1颗粉笔的，然后果然有用，慢慢的不痛了，睡着了，然后一直到天亮，现在也不痛。今天5月17号，出家第2天，现在在新都桥，然后我运气很好，跟我一起住同个房间住床位房的大哥，他刚好要去雅江，他开的就是这辆车，就一起顺路把我带到雅江，所以我第1天运气很好，第2天运气也很好，但愿真的是人品不要用完啊！这里海拔3400多，看高原的蓝天白云，真白真蓝，真的是非常美，非常漂亮，太向往高原了。今天我是打算途达到理塘，就是等一下大哥在雅江放，然后放下之后我还要再搭别的车去理塘，然后理塘是山，好像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城市吧，海拔大概4000多，所以那边很冷啊，不知道可能高反也会更严重，但是必须得走啊，愿一切顺利。我真的没想到第2天的一开始也会这么顺利。等待大哥处理完他的事情后，我搭上他的车前往雅江。这个大哥是做氧气瓶生意的，来到藏区是为了拓展业务。氧气瓶这种东西在高原地区特别有市场，很多人来到高原地区后会产生高原反应，原因就是高海拔地区含氧量比较低，人体突然来到这种环境下会难以适应，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，出现全身乏力、头昏脑胀、胸闷气短等症状。缓解这些症状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吸氧，因此在高原地区，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，氧气瓶也是一种畅销品。但是如果你去到高原地区想尽快适应的话，千万别轻易吸氧。很多人出现了高原反应后感到很难受，于是就通过吸氧来缓解这些症状，但这会阻碍人体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。一直吸氧怎么能让人体适应这种低含氧量的环境呢？其实出现高原反应也是人体正在适应的信号。氧气瓶应该是在感到明显呼吸困难时才使用的。虽然这个大哥是来藏区出差的，但一路上遇到风景好的地方也会停下来休息拍照，神清气爽啊！哇，这蓝天白云，太喜欢藏区的蓝天白云。现在是在一个观景台，从新都桥往雅江的路上，然后遇到的是这个大哥，然后很好心的顺路带我到雅江。雅江离新都桥并不远，两地相距约65公里，大约1个半小时后便到达了雅江。已经到了雅江了，然后那个大哥他把我放下，他也去办事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要走到318，搭别的车去那个理塘。就如果我搭不到车的话，11点钟大哥他也要去理塘，所以他又会打上我。这个大哥真是太好了，太感谢他了。现在是到了雅江，雅江这个地方县城真的是好小啊，比新都桥还小，但是坐落在很多大山当中，一小块平原。雅江的海拔应该是比新都桥还要低的，低个200-300米吧。对，然后到现在我感觉的是高反好像完全更没什么感觉似的，但是到了理塘的话，就海拔4000了，那个时候可能高反就会更严重了。往前徒步约2公里后，终于到了一个适合拦车的地点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怎么不在下车的地方拦车，非要走那么远？作为背包客，搭车旅行是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。首先，不能在城里搭车，因为城里的路况比较复杂，车辆通往各个方向，这样就不容易拦到刚好顺路的车，而且作为背包客，一点都徒步不了是不合格的。
其次就是在拦车的地点也有讲究，不能在上下坡或者转弯处拦车，因为如果司机在这些地方停车是有安全隐患的，而且那也会更难搭上车，因为很少司机愿意在那些地方停下来。最好的拦车地点是在一段直路上，让司机在离你有足够远的时候就能看到你，这样会增加成功率。虽然我选的地点是在一段直路上，但是拦了半个小时后也没有一辆车停下来，于是我决定继续往前徒步，换过一个地方拦车。在走路时也尝试伸出手拦车，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一辆车停下来了。虽然这是一辆商务车，但是这3个小哥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停下后就快速的空出个位置让我坐。说实话，当时刚上车时是有点虚的，害怕这3个大汉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进行抢劫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啊。后来跟他们聊天，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这种旅行方式。我意识到他们是出于好心加好奇才搭上了我，心里的担忧也就消失了。原来这3个小哥是从成都来藏区出差的，他们是做教育培训推广工作的，有很多地方要去，这一出差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。他们带着边工作边游玩的心态，遇到有观景台的地方就停下来欣赏风景。现在是位于雅江道礼堂途中这一个观景台，这里的风景相当好，看到没？风景真的是相当好啊，这边的风景相当好啊。天真的是好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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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真的是好白好白好白。前面植被变化是看得出的，然后海拔再高点，它那个植被就不长了，就那种深颜色的。这3个小哥人很好，中午的时候还请我吃饭，虽然我再三的拒绝，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坚持。这么坚持的好意还是收效好，当然不能忘了感谢这3个小哥中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四川康巴藏族小哥，他说他非常羡慕我拿着身份证就能去拉萨，当然跟我分享说他刚开始去到成都那边也会不适应，会醉氧，就是整个人觉得特别懒洋洋，有时也会晕乎乎，一整天都想睡觉，而且睡觉睡得特别舒服。这样就是人体在适应了高原低含氧环境后，进入低原高含氧环境产生的不适应症状，也叫低原反应。所以说从高原回到低原也是会有反应的。没多久我们便又到了一个观景台，前面是在下雨，然后这边是晴天，海拔4718，卡子拉山。这个卡子拉山海拔4700多米，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，天气总是很神奇，一会晴朗，一会下雨，甚至一会下雪。有时候还能明显的观察到不远处的天气就跟所在地完全不一样。所处这么高的海拔，真的非常冷，而且不幸的是，高原反应加重了，感觉整个人都头昏脑胀，非常难受。幸运的是，这3个小哥当天是要前往巴塘的，他们都主动建议我搭他们的车前往巴塘，担心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礼堂停留会产生更严重的高原反应。经过5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前进约300公里，在下午5点多钟，我终于到了巴塘，感谢这3个小哥。这个时候离西藏边界很近了，再过1天我就能进入西藏界了。